大家好，我是大伟。中老年人如何快速的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你的免疫能力强弱和你的运动之间是否有着直接的关系？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心中的一种疑惑。那么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嘛，他是从小身子就弱，一些小风小寒一到自己身上就容易着了道，麻烦是咚咚咚不断。那么年轻的时候火力壮一些，还能说得过去。年龄越大，发现这些问题这些麻烦越来越多。这个免疫能力弱了以后各种各样麻烦来找自己特别的心烦，怎么办呢？那有些朋友就尝试运动，结果一发现，运动完了以后还不如躺着呢。一运动反而身体越来越弱，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问题上面，就要讲一句话，大家听完就明白叫做3分念7分吃。年龄大的中老年人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你的钙质在流失，你的肌肉含量在流失，那么你的免疫状态也不如年轻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牵扯到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吃得进去吃得进去很重要，而且你怎么去吃什么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钙质的补充钙质的补充这个就不用去说了，对吧？你的骨骼是否坚硬都需要钙。那么钙的补充有哪些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里面用那个晒干的这个小虾皮。这个小虾皮我们每天炒菜的时候多放一些，汤里面放一些。这个小虾皮它的钙质含量非常的高，甚至咱们有的朋友平常喝奶的时候也可以选择驼奶，或者呢就是把这个小虾皮打成粉去吃，这种都是很有效的去提高我们的钙含量，并且每天没事的时候都晒晒太阳，这个是增加我们的骨骼硬度。你所有的走路运动都需要我们骨骼能够承担这个力，所以骨骼放在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的蛋白质摄入够不够。蛋白质摄入一旦不够了，你会发现各种各样问题就会来找你。为什么呢？因为蛋白质是我们基础组成的一个部分，你的蛋白质摄入一定要足。我们每天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们自己学会这个计算公式你看你的体重假设是50公斤，我们乘以一个1.2的系数就是60克，那么每天摄入60克的优质蛋白就行了。注意这里是优质蛋白，什么叫优质蛋白？比如说你们吃的鸡蛋，鸡蛋当中含有6克的优质蛋白，那么还有这个鱼虾奶鱼虾肉奶蛋嘛，这几样都是含有优质蛋白的，所以优质蛋白我们要摄入足。你看为什么要摄入蛋白质？就连我们的头发你看这么一摸，这个里面都有充足的角蛋白。咱们自己平常去大房子这边滴一下，然后呢拿一个小单子，小单子上面后面后缀都会有很多的蛋白。蛋白质特别的重要而且呢，你的肌肉的合成都需要蛋白。人往上走了，50岁以后，你每年肌肉会往下走3%左右的一个流失这样的流失的速度。那么为了减少它的流失，我们一个呢是要补充蛋白质，二个呢就是要去练。所以蛋白质这个环节当中很多人摄入不够的，而且很多人他的蛋白质补充并不是靠优质蛋白，他是吃什么？他是去吃这个。像这个植物蛋白比如豆制品，豆制品当中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但是植物蛋白所含有的氨基酸，它是不如这个优质的这个蛋白质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平常像鸡蛋像奶类奶类的话，这里为什么单独讲奶类不讲牛奶牛奶很多朋友他是不耐受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吃驼奶，可以吃羊奶，这种它的分子比较小，我们比较好容易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转化为能量。所以呢，还有呢，像这个肉类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稍微瘦一些的，瘦一些的肉类，鱼虾这种都是优质的蛋白，咱们可以去吃。然后接着往下去走，就是蔬菜和水果这个自由搭配。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好各种物流也非常方便，想吃什么自己只要搭配均衡就行，千万不要去挑食。好，饮食这里呢给大家说完了，紧接着咱们就要去讲动了。那么运动为什么有的人是越练越强，有的人是越练越弱？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要去知道，当我们在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呢，在运动完之后是走一个下坡路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咱们有很多的人他是常年不怎么运动的，突发奇想一下，然后就去运动。
运动完以后呢，即便他把自己运动完以后把衣服裹紧了不让自己的毛孔张开，不让小风小寒进入身体当中，依然在第2天或者第3天，甚至第4、第5天以后，就开始了比如说感冒有一些咳嗽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你在运动完以后，你身体当中的一个免疫能力你的免疫水平是在走一个下坡路，然后在第2天、第3天甚至第4天的时候，都是在处于一个低谷当中。什么叫低谷？这是你的正常状态，这是低谷。那么在达到第4天、第5天以后，它会慢慢的回升，回升上去以后，它就会高于你原先的状态。所以运动这个东西它不要什么呢？不要过量。第2个就是你要去坚持，前期你的运动如果说越来越过量，超出了自己身体的负荷，那么在接下来的第2、第3天，你的免疫状态会拉到低谷，非常的低。这个时候是你非常虚弱的状态，虽然你可能自己没什么感觉，但是事实如此，你的免疫能力低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一些公共的场合当中有一些不好的这种小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进来了，那你很容易就遭受它的一个感染。所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运动强度给降低，同时去坚持增加它的一个频率。我们1周做个5次1周做个4次达到一个固定的频率去坚持去做。千万不要以为我练1天我就怎么样，有这种想法不可取。所以呢，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的运动非常简单。第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做超慢跑，超慢跑也非常简单，在家原地小跑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拍手，每天拍手，把手往上拍，后背拍，就这么样站着这么拍，非常简单，站着，然后手拍过头顶举上去，再在后背拍，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第3个呢，就是我坐着给大家演示的，就是手上，你看手一捏，这里有个高点，高的点叫什么？叫做合谷。合谷往下走这么一条线，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手是身体的缩影，里面它对应的是我们的5脏。所以呢，我们用这条线对应的是脊柱，就这么转，每天早上去转。早上睡醒的时候就这么刮，手捏紧了，然后就这么刮左右手交替，每天50下到100下，100下到200下都可以。额头后背会发热，有了这种发热的感觉就行了。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教给大家的方法。那么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其实也非常简单。首先就是吃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它是原材料。衣服破了一个洞，你不可能拿一个铁皮把它补上。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就是你这个衣服是布的，就拿布的；是绸缎的，就拿绸缎的，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的原材料进来要足。那么原材料就是靠吃。吃完了以后，那么我们还要去动。动的话也讲了很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我们之前分享到这个超慢跑的动作。大家可以看一下往期的视频，超慢跑就是居家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上下拍手，手上下去拍，站着去做就可以。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手上的一个锻炼动作，每天都可以这样去做。只要你这样去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状态、你的免疫能力慢慢的就开始往上走了，往上去拉伸这是一个需要坚持的过程。所以听到这里，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极强的意识，就是要知道吃是在练的前面的，但是你并不是一味的吃就行，吃和练一定要综合起来，这样才能充分的把我们的身体的状态给拉伸。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干货知识，希望大家喜欢。如果说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那么你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没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每个人的身体上面都有一层保护罩，这个保护罩从我们出生开始到我们老去，都会一直伴随着我们。中医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也是形容这一层保护罩的。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免疫能力这个免疫能力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活性期，就是你的免疫能力是比较弱的。但凡有一些外邪，比如说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你的免疫能力打不过它，那么就会导致身体上面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干货满满，教你怎么样去快速的把你的免疫能力提高起来。大约用时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你只要跟着我的方法去做，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强强壮壮的，你的这个保护罩也会变得更加的坚固。那么咱们免疫能力怎么提高呢？一般来说有2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运动。我们说的运动啊，不是普普通通的运动，一定要满足以下3点。第一个就是你的心率保持在100到130之间。第二个就是你的腿部能够持续发力10到15分钟左右。第三个就是你的身体上面的毛孔啊要微微打开，最起码练完以后不能出现手脚还是冰冰凉，额头后背要微微的往外出一些汗。满足以上的运动就是好的运动。像我以前给大家分享的，比如道家的踏云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或者是在家的一个超慢跑，又或者是我们很多人都见过的太极拳，都是很好的养生、提高我们自身免疫力的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多做一做，但是在这里大伟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啊，这个运动啊一定不能过度，因为你只要超过你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不但你的免疫能力啊上不上来，反而会在未来的3到5天，免疫能力啊会进入到一个下滑，一个快速的下滑过程当中。过了3到5天，你的免疫能力才能慢慢被提高起来，这个已经被现代的医学所认可。所以呢，大家记住，运动不要过度。好，运动呢说完了，其实运动啊只占3分，还有剩下的7分靠什么呢？就是靠我们去吃啊。吃上面其实非常的重要，你想要整个身体啊棒棒的，那么你的吃上面一定要做足了功课。但是在这里，大伟不搞复杂化，教你经常每天去吃一种东西啊，一种食物，你按照大伟的方法去吃，吃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啊、你的脾胃啊、你的免疫能力啊都往上提高了不少。那么这个食物是什么呢？就是山药。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山药。为什么古人给它起名字的时候不叫山草啊，不叫山棍啊，给它起名字叫做山药啊？这个山药你只要会吃会选，那么你就能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补充。其实山药啊，它的选择是多样性的，不要看啊，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粗粗的一根，它也叫山药；细细的一根，它也叫山药。其实山药的产地不同，它的大小不同，吃进去的感觉其实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大伟告诉大家，吃山药你首先得会选，选完了以后你才能去吃。山药呢是药食同源，所以咱们选山药一定要选择铁棍山药，不要去菜场买哪种啊，就是那种大大粗粗的那种山药，那种山药很便宜，而且量产。那种山药呢，它其实达不到我们讲的药食同源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我拿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我帮大家做了一个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不用看上面是哪些山药啊，你只要记住了，山药一共有3种。第一种呢是我们讲的就是大大粗粗的菜场常见的这种啊，你看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菜山药。菜山药很大很粗，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清脆。还有一种山药是什么呢？稍微细一点的淮山药。最好的是哪一种呢？就是你看这样的啊，铁棍山药。你不要看它上面有这么多的字啊，什么什么沙土的、小白的，不用管，你就选择铁棍山药去吃啊。选择铁棍山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铁棍山药呢？因为铁棍山药啊，它的周期很长，对土壤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所以呢，物以稀为贵。最重要的是，铁棍山药它含有的一些微量元素，包括黏蛋白的含量、多糖的含量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铁棍山药是很具有这什么呢？药食同源的一个属性。有很多朋友说啊，大伟，你讲了山药怎么选，那你说山药怎么去吃啊？很多人喜欢把鸡汤，一只老母鸡加上山药混在一起，再加一些红枣啊，或者放一些枸杞啊，就煲一锅汤吃一吃。这种吃法好不好呢？这种吃法太补了啊！就是你如果说你的身体啊，比如说平常都没有问题，吃这么难得吃一下还是不错的。但是你想要持续的把我们免疫能力增强，这种吃法就不靠谱了，因为你不可能每天你都吃这个鸡汤，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吃呢？有2种方法，大伟分享给大家啊。这2种方法大家一定要记好了。第一种是什么呢？铁棍山药加上木耳，再加上那个虾仁，把这3样混在一起。那么铁棍山药呢，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免疫活性，而且呢，对于我们这个小管道里面的一些斑斑锈锈啊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木耳呢，对于我们它首先维生素含量就比较的全啊，木耳是很有营养价值的。其次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小糖比较多的，也有着很好的降糖的作用。
第3个呢就是虾仁，虾仁当中大家都知道它的蛋白含量非常的高。这3样配在一起可以说是绝配，你也不要吃多，一周做4次，3到4次就可以，直接清炒，炒完了以后什么酱油调料都不要放，撒上一点盐，直接吃，味道保证鲜鲜美美。好了，讲完了第1道做法以后，第2道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准备一个小碟子，把山药放进去，加入适当的一些红枣，你也可以再加入一些小枸杞，都可以啊。放在小碟子当中，直接大火清蒸，大约5分钟到8分钟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拿出来以后啊，这个山药啊，你吃到嘴里面是糯糯的、脆脆的，非常的舒服。咱们小朋友如果感觉自己的脾胃不好的，或者大人感觉脾胃不好的，你可以蘸着一点糖爱去吃，这个味道也有了。也可以直接把它吃入到嘴中，但是呢，它味道啊会欠缺一点。这2个做法呢都是非常实用的。你按照大伟的这个方法，先从运动上面稍微抓起，每天10到15分钟的运动。再加上咱们这个山药的选材用料，选好了材料以后，按照大伟教你的这个做菜的方法，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来感谢我，因为你在坚持过1个月以后，你肯定能感觉到你的脾胃状态变好了，因为山药本来就能有一个养好我们脾胃的帮助。其次的话，你坚持去吃，你会发现你的免疫能力，你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都会往上去提高。这个饮食也被称之为万金油饮食啊。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做，身上的元素啊都能得到。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个视频的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感觉讲的比较好，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者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很多人啊都意识到了免疫力的重要性，而且很多人啊都开始想要尝试锻炼去强壮自己的身体。但是特别是中老年人啊，出门不太方便，所以呢，在家里面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运动，怎么样提升自己的身体的能力。今天啊，我来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可以说是强身健体当中最适合大家去练的，不仅啊可以去循序渐进的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而且对于心肺不好的，对于心血管不好的，都能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咱们今天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同时，大家做完以后感觉不错的，在视频下方评论有用2个字。好了，我们马上啊来教给大家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叫做超慢跑，曾经风靡一时。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所谓超慢跑，其实就是模拟我们跑步的一个姿态啊。看起来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挺简单的啊？但是这里啊有2个要点，大家一定要做好了。就是第一个啊，我们在做这个跑步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脚尖啊，就是身体啊，一定要把这个力量压到我们的脚尖。就是大家你看啊，在做这个姿势的时候啊，你要有一种什么呢？脚趾尖点着地往下发力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脚趾呀抠着地。你看，比如我的力量往前，一定要是什么呢？完全把我们的脚抬起来，然后用我们的脚趾点在地上啊，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力量的过渡啊，去锻炼我们的脚趾，深层的刺激我们脚底的一个反射区，这是第一点啊。第2个呢，做动作要连贯起来，大家看啊，一定要稳。啊，不能就是说很快，你看这样去做，它就没有什么作用，一定要稳啊！你不要以为这样去做的话，它就对自己的身体啊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其实恰恰相反，你动作做得越稳，你看，比如说我2个腿之间，你看过渡的越稳啊，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要求啊，素质要求越高，锻炼的效果越好。所以呢，我们刚开始就这样啊，寻找脚趾尖抓地的感觉，来回的做啊，你看。好，我们就这样啊，可以做60下为一组，做起来是非常累的啊，千万不要以为很轻松，慢慢的啊，在双腿很稳的情况下，把速度加快啊，稍微加快一点啊，不用很快，大概就这样的速度啊。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脚趾、脚底、小腿啊都会发酸，心跳微微加速。这个加速的感觉就是在于，就比如说讲话啊，不是很累，也不是很喘，但是你能感觉到心跳有一些加速。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我们就这样做60下啊，左右腿算1下，6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3到4组就可以了。就这样轻轻的跑步，非常的简单啊！换一个姿势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打开视频以后啊，跟着我一起去做。
寻找一下这样的感觉，非常的好。好，今天这个动作啊就教给大家，大家日常当中啊在家练一练。同时呢，有什么心得啊，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我是大伟，今天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同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没有关注的点波关注，没有点赞的给视频下方点个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方圆经络法，里面每个动作啊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动作，真正意义上做到一招灵，让你自己在家也能解决掉身体上面的小问题。咱们今天啊，给大家来教一个混元搓捻法。这个混元搓捻法啊，是道家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动作，它有着很好的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正气，帮助我们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气血循环，并且呢，像身体比较弱的或者有亚健康状态的，都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强化我们的体质。这个动作啊，非常适合40岁以上的人去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啊，人到了40岁以后啊，这个肾气啊就开始走下坡路，整个人的身体呢和年轻的时候比起来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动作啊，就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的体虚啊，让我们的体质啊变得越来越好。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来讲这个动作怎么做。为什么叫它混元搓捻法呢？它其实啊是把我们面上的整体的一个经络啊给打通。咱们都知道啊，脸上啊有很多的一个反射区啊，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都能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每天早上咱们洗完脸以后，就把这个混元搓捻法用一用，正好手上啊去涂抹一些润滑油或者是香在脸上擦一擦，用这个混元搓捻法做一做。好了，我们先说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啊叫夹耳朵手你看从两侧夹着耳朵往下拉，看就这样。手指打开，夹着我们的耳朵，顺着我们的面部往下拉，每天50下，1、2、3、4，看一下左右都看一下，5、6、7、8、9、10。要夹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是做完以后啊，你感觉按面部这一块都感觉热乎乎的非常的舒服。这个时候就做完了50下。然后呢，我们开始搓捻看好以鼻子为一个中线我们看搓着手要往上去推，看1、2、3、4、5、6往上去搓。大家做的时候最好是什么呢？洗完脸以后手上涂抹些香润滑油，我们前面之前讲的就这样去做。这样呢，就是既能不伤脸的皮肤，同时呢还能让你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们就这样去搓。搓的时候不要太用力你要有这种力慢慢渗透进去的感觉。正常情况下是我们比如这样做个30下，然后反手，你看反手再这样过来30下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脸部都被搓开了。我们搓的时候切记很多人喜欢搓脸是什么呢？这样去搓，上下去搓，这样搓是不对的我们正常去搓，应该顺着它这个脸部的一个经络打开，平着过去，手往上看，平着过去，手往上推一下，1、2，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最后要加个手往上推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它这个脸部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年纪的增长会下垂，对吧？所以我们在往上推的时候，这么一推一顶，就是让我们的经络往上提一提所以呢，这个动作它每一个细节都是有讲究的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动作就是2套连成就是先夹耳朵，然后再搓脸，这边30下，反手30下这样的话一套动作就完成了。每天早上用个3分钟时间去做，你会发现你的体质越来越好。好了，今天就是我们所分享的方圆经络法里面的混元搓脸功。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